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连续3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出现了一个接近10%的跌幅，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特别多的人认为，比特币应该会出现继续下行的走势。那么我在这里的观点呢，依然保持连续多日来给出的一个大的趋势依然是上涨行情，小的趋势呢，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回调的原因是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在前面行情当中没有做充分调整，因此呢，调整的时间点后移到本轮行情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这里指的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我们看到早在3月4日、3月初的行情就出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连续调整了1个月，在这1个月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高点73777美金，这个高点呢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73是孔子诞辰，84是孟子诞辰，这个大家伙都知道。然后出现了第一轮次的大幅回撤，我们看到最大的跌幅呢达到了惊人的18%。18%形成筹码缺口，就是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缺口。经过第一轮反弹回补了这样的缺口，回补之后，我们看到上方出现黄色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位于71500美金。在这个压力位附近经历了3轮次的波峰这个差值不算，3轮次波峰，我们认为这个位置71500美金形成了一个平头哥的走势。同时呢，按照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结构，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只有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才容易发生变盘，因此呢，到达71500美金附近之后快速回落。那么在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的观点是上方存在多重支撑，第一重支撑是均线支撑，这里支撑有3根均线，分别是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其中200日均线在67500美金，同时呢67500美金也是前面行情当中从2月底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这4条支撑线准确来说是2个类型，一个是均线，一个是下面的波谷形态支撑。这2个类型4条支撑线都没有阻挡住比特币的下跌。那么这里的下跌，我们目前来看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其中在4小时级别上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昨天发生的唐僧阴线。那么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跌破结构之后，我们认为比特币进入到了当前横盘的红色线表示的收敛三角形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同时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出现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又出现了一根阴线，但我不认为本轮行情会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因为目前的走势在周线级别上是第4轮次的悟空阳线已经出来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这个位置上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在昨天也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前天的不算，因为前天的这根阴线在横盘震荡过程当中，那昨天的这根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如果围绕这个悟空阴线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话，那么比特币将要来到55000美金。如果出现55000美金的回调，我们看从73000走到55000，它的回调幅度是比较大的，是在25%左右。也就是说，在周线级别上，如果出现25%的下跌这个幅度是从73777点到55000。那么将意味着前面行情当中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将被消灭这个大概率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呢，如果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存活的条件下，那么本轮行情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事实上已经发生了3次分别是73777美金出现之后，发生了2次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然后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早盘出现了第3轮次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调整幅度基本上已经够了。同时呢，在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并且呢，目前已经不断接近4月8日我们提到的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呢，这个区域目前已经进入到可以接盘的一个对于多头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那么未来呢，我们认为在比特币减产前后，仍然有机会走出周线级别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8天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在 AI 库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功能，就是图。这个云图可以看涨跌幅啊，云图的面积是涨跌幅，云图的面积可以是成交额，云图的面积也可以是流通市值。根据目前的涨跌幅的这个图来看，因为这个比较直接，我们看到大部分币种都处在一个红色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很多币种都处在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占面积最大的是 BNIEO 币种 ENA， 在昨天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突然上涨了80倍啊，到目前为止也是在0.7到0.8这样的一个区间，涨幅非常巨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币种也出现了今天反弹过程当中的绿色啊，其中呢也包括了 BJB。我们认为 BJB 这个是一个平台币，是Bigtime 上的一个平台币这个平台币和 ENA 出现了关联性，因此呢出现了一个10%的上涨。我们也可以看到NEAR 出现了一个上涨行情，因为之前行情当中它调整幅度比较深。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个日历图，我们可以有效的看到市场当中存在哪样的机会。除了涨跌幅之外，我们也可以看成交额，在这个成交额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币种成交额面积比较大出现了上涨或者下跌或者灰色的横盘的一个状态通过这个日历图都比较容易简单直接一目了然，不用一个一个去翻。然后我们大家很多朋友说对这个 ENA 特别感兴趣，通过估值的分析，我前面行情当中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的这个估值大概是在$1左右这个$1怎么来的呢？首先这是一个流通流通大概是14.5亿，然后它的总量是100亿，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前呢，它的价格大概是盘前的价格是$0.6，因此呢判断上线 Binance 之后大概可能会接近$1，那么目前是最高点是0.913。同时呢，在今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但很多均线没有走出来，因为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那么在5分钟级别上，我们画出了5分钟级别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那么其中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支撑，在支撑线附近是可以进场的。同时呢，如果跌破支撑线，要及时止损，因为新币波动非常大，并且呢没有前面的 K 线作为参考，所以呢，对于这种币种刚刚上线 Binance 的币种，应该小仓位也应该特别小心。最近我在文章里会员群跟大家说了一个币种 BADGER， 我们看它的现货BADGER， 这个英文单词是獾的意思是一个动物。目前为止，它的回踩幅度、调整幅度达到了40%。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它的一个回踩也接近这个数40%左右。再往前推呢，我们看到它的最大回踩幅度是50%。同时呢，在昨天比特币、以太坊的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BADGER 出现了一个止跌。那这里的止跌呢，指的是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对它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个支撑作用。这里面出现支撑之后，它始终处于均线上方。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BADGER 始终围绕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做一个上攻动作，其中有一部分时间出现了一个跌破行为，但这个时间比例占比不足它整轮行情的10%，因此呢 BADGER 构成了一个黄金坑位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它的上涨幅度都是在100%左右，因此呢，对于当前$6.4附近的 BADGER我认为有着非常多的机会所以呢，在会员群提前就给了出来。同时呢，这个位置是逐渐布局分散进场，然后它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这里的多头趋势指的是在周线级别上，在318这一周走出了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后面虽然有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在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上方，我认为这是悟空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指的是周线级别。那在它上方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上轮行情当中 BAD 的高点是在$64.9，因此呢，对于当前不断波动的大幅上涨、巨幅回踩的 BADGER， 我认为还是存在比较多的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购买这本书，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